荣国府这样的富贵家族拥有古董是情理之中的事，而在建造大观园时，又购置了很大一批古玩珍宝。为了迎接元妃省亲，大观园内各方面配置都是高标准要求，陈设玩器古董也须得一处一处的依照建筑样式进行适配。大观园的设计者匠心独具，设计的每一处建筑都有其特点，古董也要按照其特点分别配置。大观园建成后，各处复查，古董也是重要检查项目。书中还特地注明，各处古董文玩皆已陈设齐备。书中没交代那些古董是从哪里买来的，不过可以推测，有2人多半参与了购买事项。一是贾雨村的好友冷子兴，第7回里曾写他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。冷子兴是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女婿，他有机会时也不会放过参与购买古董的事项。另一人是程日兴，第26回里提到他时称古董行的程日兴，他为庆贺薛蟠的生日，不知那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，这么大的大西瓜，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，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薰的鲜猪，使薛蟠十分兴奋。在第17回至第18回里，可以看到程日兴是大观园建设指挥部的成员之一，与赖大等人一起安插摆布，购买古董事项显然是落在他手中了。大观园各房都有古董的摆设，如怡红院房内就是满墙满壁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，方便摆放各种古玩奇珍。另外，书中还特别提到，宝玉房里有一件蚕丝白玛瑙的碟子，探春和湘云都很喜欢，最终宝玉把这个碟子赠给了湘云。而爱好古雅的探春，其室内陈设也少不了古董文玩，在她的房间里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，案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，并数十方宝砚，各色笔筒，笔海内插得比如树林一般。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，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。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，左右挂着一副对联，乃是颜鲁公墨迹，其词云：烟霞显骨骼，全石也生涯。案上设着大鼎，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，盘内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大佛手。右边阳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，旁边挂着小锤。这些陈设古玩很符合探春的性格气质，但在大观园里却有一个例外，就是薛宝钗，她因不喜欢这类玩器，便把这些都退回去了。于是恒芜院变成了如雪洞一般，毫无装饰品。在第40回里，贾母带领刘姥姥等人来到宝钗住所，见一色玩器全无，便忙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，并责问王熙凤道：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，这样小气。王夫人、凤姐儿等都笑回说，她自己不要的，我们原送了来，她都退回去了。薛姨妈也笑说，她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。贾母摇头道：使不得，虽然她省事，倘或来一个亲戚，看着不像，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肃静，也忌讳。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。于是贾母亲自为宝钗设置古玩的摆放，说着叫过鸳鸯来，吩咐道：你把那石头盆景和那架砂桌瓶，还有个墨烟洞石鼎，这3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。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，把这帐子也换了。他们的言语中都涉及荣国府的一个专设机构，那就是古董房。关于古董房的职能与管理，可借用第72回里贾琏与鸳鸯的一段对话做说明。贾琏谓雨仙笑道：因有一件事我竟忘了，只怕姐姐还记得。上年老太太生日，曾有一个外路和尚来孝敬一个蜡油洞的佛手，因老太太爱，就即刻拿过来摆这了。因前日老太太生日，我看古董账上还有这一笔，却不知此时这件东西着落何方。古董房里的人也回过我2次，等我问准了好注上一笔。所以我问姐姐，如今还是老太太摆着呢，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？鸳鸯听说，便道：老太太摆了几日厌烦了，就给了你们奶奶。你这会子又问我来，我连日子还记得，还是我打发了老王家的送来的。你忘了，或是问你们奶奶和平儿？
可见荣国府的古董都由古董房造册登录，他们在何处摆放也都得记上一笔。贾琏也会查看古董房的账目。古董房里的人知道那只佛手不会在贾母房中长期摆放，故而2次向贾琏催问下落，以便登记。如果那只佛手的下落没有记录，那就是古董房的失职。这样看起来古董房的管理较严谨尽职，可是接着平儿的解释又说明情况并非如此。那只佛手后来摆放在王熙凤房中，而且王熙凤已经打发过人出去说过给了这屋里，完全是古董房里的人发昏，没记上，又来叨登这些没要紧的事。如果古董房里的人工作负责，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了。这一点似乎已经在暗示荣国府在财务管理上出现漏洞，为今后的经济败落埋下伏笔。